用你最喜欢的咖啡豆泡的，尝尝。谢谢老爸。我喝过那么多家咖啡店，还是老爸你泡的最适合我。不用拍马屁了，你是因为不用给钱。哇，我们可是父子俩啊！喂，对了，你没有听说邱老先生中风进了医院，去看他了吗？还没有，我也是早上才知道。你不是那么没良心吧？你别忘了，当年邱老先生他给了我一大笔退休金，我才有钱开这家咖啡店的。还有啊，你去国外读书是他亲自写的推荐信，所以我们现在才有那么好的生活。正所谓做人要知恩图报嘛。就是啊。知道了爸，那就找一天陪你去医院探望邱老太爷。希望邱老先生可以平安无事了。程叔、高俊，早。早。三小姐，买咖啡啊？照旧双倍浓缩咖啡，谢谢。稍等啊，我也照旧送你一块蛋糕。谢谢。来，坐。听说你爷爷中风进了医院，他怎么样？爷爷还没醒，不过度过危险期了。怎么会那么突然？还有一件事也发生得很突然，你绝对想不到。什么事啊？原来爷爷前阵子已经立了一份委托书，如果他出事的话，就委托 Charlotte 做邱氏的代主席。没想到吧？那 Charlotte 有什么反应啊？Charlotte 倒是没什么 ，Daddy 和 Brian 的反应就比较大。虽然我不知道爷爷为什么那么做，但是我相信 Charlotte 这个代主席一点都不容易做。我宣布，根据主席邱汉阳先生的委托书指示，从现在开始，由邱浩儿担任我们集团的代主席。在爷爷生病的这段时间，我希望大家继续协助以及支持我，继续为邱氏带来。我们隶属商业罪案调查科，请问哪一位是邱浩儿小姐？我是。邱浩儿小姐，因为你涉嫌一宗贿赂以及伪造文件的案件，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我们接到举报，指邱浩儿小姐你涉嫌一宗贿赂及伪造文件案。根据资料显示，你祖父邱汉阳先生最近中风住院，他之前被鉴定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所以，根据他事前立下的委托书，委任邱浩儿小姐你成为邱氏集团的代主席，请问是不是有这件事？是啊。根据案中另一位相关人士的供词，我们有理由怀疑，邱汉阳先生在签署委托书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出现了问题。但是据我所知，在我爷爷签这份委托书的时候，他的主诊医生顾医生当时也在场见证。我刚才所说的案中另一位相关人士，就是那位主诊医生顾医生。其实邱老先生在签署委托书之前，他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早就有问题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你还在委托书上签署见证？因为邱老先生在签署委托书之前的那2天，我手机收到短信，说只要证明邱老先生在签署委托书之前的精神状态是绝对正常的，就会给我1000万。其实我之前炒期货亏钱了，需要一大笔钱来还债。那你们有没有查到收买顾医生的人是谁啊？由于案件还在调查中，我能透露的只有那么多。但是我不太明白这件事为什么会跟我扯上关系呢？既然委托书的真实性出现问题，那最有嫌疑的当然是这份委托书的受益者，也就是邱浩儿小姐你。那有没有人可以证实顾医生所说的话就是事实呢？他向警方提出提供手机短信以及银行汇款记录。那你们有没有查到，到底是谁发短信给他，是谁汇钱给他呢？邱小姐似乎胸有成竹。这些只是基本的常识啊。如果真是我做的话，我不会用自己的手机发短信，不会用自己的账户汇钱呢。关于这方面，警方会深入调查。我可以说的是，关于顾医生所说的话，我一无所知。
但是我认为，在我爷爷中风之前，我不觉得他的精神状态有什么问题。不过，只要你们警方需要我协助调查的话，我随时都会合作的。为什么那么大的事，你不先问问我，自作主张就让法务部报警？啊？爹地，顾医生去法务部自首，法务部通知我，我身为 CEO， 只能公事公办。顾医生有没有证据能证实是浩儿指使他做的？在整件事当中，沙勒是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他还会是谁？也就是说，你演了那么大一出戏，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弄死浩儿。我没打算弄死他，我只是希望委托书失效，他做不成代主席。你没想过弄死他，啊？所以这件事是你安排的 ，Brian， 我多问你2句，你就什么都说出来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妨碍司法公正，随时会坐牢的？爹地，这个你放心吧，顾医生有把柄在我手上，他不敢出卖我的。唉，其实你要阻止浩儿坐代主席的位置有很多办法，不过你现在选择的是风险最大、代价最高的。你怎么那么傻呀？我明白，爹地你说的对，下次我会注意。总之，我警告你，这件事你要做得干干净净，别留下把柄，要不然你爹地我也帮不了你，明白吗？明白。哎，不知道浩儿会不会有事啊？既不接电话，又不回家。哎，老公，你那么担心也没有用啊。Charlotte 录完口供，自然会打给你的。录什么口供需要那么久啊？他现在涉嫌贿赂和伪造文件啊！哎，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啊？放心吧，可能是一场误会。如果他没做过的话，肯定不会有事的。他当然没做过了。你知不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冤狱的。哎，不行不行，我要找人帮帮他才行。麻烦你了，汤 uncle。爹地真是的，大惊小怪，协助调查而已嘛。贿赂和伪造文件绝对不是小事，你爹地紧张也很正常，所以他特地帮你找了个律师，以防万一。不用那么夸张吧？这种事不能大意，还是提前准备比较好。谢谢。别客气。哎，就是这位。放心吧，爹地，我没事。我在回家路上，有什么回来再说。拜拜。累的话就睡一会儿，到了我叫你。我不累啊。谢谢你啊，高律师。不用这么客气吧，我的服务向来很周到。我知道，专门服务美女吗？是我爹地叫你接这个案子的。其实这么大的事，你应该主动找我。你知道我最擅长打这种案子。大不了说你有请假。事先声明，现在是我爹地找你，不是我找你。需不需要你帮忙呢？我还在考虑。不管怎么样，总之你好好休息一下，睡醒需要我的话，随时打给我，到时候再讨论案子。浩儿，怎么样？怎么样啊？警察为难你了吗？喂，如果有的话，我投诉他们。现在什么年代了，还会屈打成招吗？对了，警方现在控告你什么？他们叫我回去协助调查而已，没说要控告我。哎呀，不行，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对了，高俊他有什么意见啊？你还说，
无缘无故叫他来干什么？也不先问问我。话说回来，警方为什么要杀了你去协助调查？他说是邱氏的法务部报警的。不是吧？他们报警的？那不行，别说那么多，马上约高俊，跟他谈谈这个案子。杀了。爹地在书房等你，有事跟你谈。什么？为什么要暂停浩儿代主席的职务？志东，你跟大伯和浩儿解释清楚。因为沙勒被警方调查，牵扯到爷爷那份委托书的真实性，万一真的证实了委托书失效的话，那沙勒就会失去邱氏代主席的身份。现在浩儿只是协助调查而已。浩儿，我真的不是针对你，我是为你着想。我身为集团的副主席，是有责任维护公司的利益还有声誉，所以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希望你可以暂时放下代主席的职务。一来，你能有更多时间协助警方调查；二来，我真的不想有什么闲言闲语。未免你觉得尴尬，我们可以安排你放大假。但是这么做不是更容易有闲言闲语吗？我这个决定是最好的。浩儿，如果你真是清白的话，早晚会水落石出，那晚点回公司也没关系，啊。所以你现在放个大假，集中精神，去配合警方的调查，这么做是最好的。不用指望出门了。大姐，别那么生气，喝杯茶。喝什么喝？怎么能不生气？我那个发型师啊，很难约的。打算做一个造型，去妇女聚会的时候可以多拍几张照片嘛。现在能不能出这个门口都不知道。二少奶奶、小少奶奶，怎么样，容易？外面什么情况？现在外面全是传媒记者，还有电视台采访车，他们怎么都不肯走。气死我了！一大早的吵什么吵？你不知道，现在外面啊全部都是记者，说要采访浩儿被警方调查的事，害我连门都出不去。我真是谢谢他了。这跟沙勒无关呀。跟沙勒无关？难道跟我有关？我犯法了吗？大姐啊，你别这么说，有没有证据证实是浩儿做的？要不是他耍花招，我真不信公公会委托他做邱氏的代主席。你以为公公有老人痴呆啊？那爷爷他的确有脑退化。总而言之，他一个人做错事，全家人陪他受罪。二婶，你放心，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现在出去跟他们说。邱小姐，邱小姐，传闻你涉嫌贿赂以及伪造文件，被警方请回去协助调查。这件事你有什么回应？听说邱小姐你向邱氏集团请辞了，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有传言这次向警方举报邱小姐你的是你们公司的法务部，这是不是表示邱小姐你跟你家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啊？很感谢各位传媒朋友的关心，也很感谢大家给我一个机会在这里交代整件事。首先我要澄清的是，我家人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第二就是我依然是邱氏集团的代主席，暂时只是因为一些私人的理由在放大假。第三，由于这件事牵涉到司法程序，所以我不方便向大家透露太多，但是我会尽力协助警方的调查。等到有调查结果之后，大家自然会知道这件事的真相。最后，我也理解各位传媒朋友都有职责在身，但是我真的不希望因为我的这件事影响到我家人，对他们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再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一定会主动向大家交代清楚，希望大家见谅，辛苦大家了。邱先生，我已经把新加坡酒店赌场项目的协议书发给戴维范了，就连投资有关赌牌的首期定金也汇给他了。只要等对方签好所有文件，我们这个赌场项目就可以正式开始。OK， 你先出去吧。是，邱先生。Brian，是。协议书所有细节你都看清楚，没问题是吧？
放心吧，爹地，所有事都安排好了，只要等 David Fan 签了那份协议书，所有事就搞定了。OK。总之，这次绝对不能出任何差池，赌场项目越快落实就越好。到时候就算浩儿回来公司，也拿我们没办法。他现在自身难保，这类官司随时拖1年半载，就算让他做回代主席，赌场项目也回不了头了。哎 ，Brian， 你要记住，这次你走的这步棋很危险。如果让警方查到顾医生他给假口供的话，浩儿一定不会放过你。我知道，爹地，以后有任何事我都先找你商量。至于顾医生，你放心，我会做得干干净净。那就最好了。爹地，我先出去了。高局，浩儿的案子你怎么看？在没有正式谈这个案子之前呢，我想问清楚一件事：对于顾医生向警方提出指控杀了你，是不是真的完全不知情？对啊，浩儿，你有什么苦衷就直说，我绝对站在你这边支持你。连爹地你也认为我收买了顾医生，隐瞒爷爷的精神状态是吧？不是，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可以说，我真的没办法证明我自己没有做过。现在顾医生承认被人收买，隐瞒爷爷签委托书时的精神状态，而在整件事里面，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我，这个是客观的事实，我也无法否认。高局，那现在怎么办呢？Uncle，你先不用那么担心。根据香港法律，是要控方证明被告有罪，而不是被告证明自己没罪。更何况现在警方还没有正式检控杀人，所以呢，很明显，他们证据不足。其实，就算警方那边不检控我也没用。现在只要是那份委托书出现了疑点，二叔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不让我做代主席。做不做代主席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证明你没有犯过法。我当然要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但是我最需要证明的是，爷爷之所以委托我做代主席，是因为我的能力呀。而且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不是因为他精神状态出现问题一时糊涂下的决定啊。我看过手头上现在的资料，其实除了顾医生他口头所说的，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杀了收买过顾医生。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证明邱老太爷在签署委托书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完全正常，那就能推翻顾医生的所有口供。但是现在我爸是昏迷不醒，怎么证明啊？邱老太爷在签署这份委托书的时候，我相信现场还有另一个人在场见证。你们问我怎么看邱老先生签署委托书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怕我的意见在法庭上没有任何作用。汤律师，其实我们不是要你出庭作证。由于警方已经将顾医生列为重要证人，我们不方便接触，所以想知道汤律师你的看法作为参考。是啊，我们很想知道当时爷爷是不是真的清醒。如果你问我你爷爷签署委托书当时的精神状态，我觉得他神志很清醒，说话条理清晰，精神状态完全不像有问题。那汤安口，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可以证明当时我爷爷的精神状态是没问题的呢？对啊，就算是很小的事也可以。我记得邱老先生那天说过，他来我律师行之前曾经去过拍卖行，还竞投了一个青花瓷花瓶。他后来发了张照片给我。
悄陷入深夜，在做梦的瞬间，有脉搏细数想念，心动变得复杂，说出梦吧，唱着我们一起到达，纯白色心开始涂鸦，琐碎计划和你去画，想唱这首歌陪你梦游。哎，颜律，今天这犯人是犯罪嫌疑人。哦，对，我的错，未经人民法院判决有罪的，不能叫犯人，也不能叫罪犯，叫做犯罪嫌疑人。哎，我听说今天这嫌疑人一直不肯认罪，估计讯问难度会有点大吧？怎么，怕了？怕？我有什么好怕的？是我审问他，又不是他审问我。再说了，之前都是演习，这次好不容易来真的了，我激动还来不及。我看你还是别激动的太早。我说你这人怎么一天到晚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真无聊。尹彻，今天你们要审问的嫌疑人在侦查过程中一直没有认罪，一会儿我会在你们身边把控一下，你们的每一个问题一定要想清楚了再问。那颜律你先来吧。加油！她是我女朋友，我为什么要杀她？这是你说的，那他呢？他自己也承认啊。那实际上呢？你们是男女朋友这么简单吗？是，她是我小三儿，没错，我不可能娶她，这一点她很清楚。但是不影响我们的感情。小三儿，是相对于正室而言的，你有正室吗？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是餐厅服务员，我是他的顾客，他经常招待我。后来我们就相爱了。你们之间确定恋人关系了吗？当然，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00留给自己，剩下6000全给他。你做到了？当然。那他呢？他也听我的，没上班了，专心在家。他确实不上班了，但改上网了。那我就不知道了。你不知道？你太知道了。他的手机交友软件里，同时聊了好几个人。我怎么能知道？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还能翻他手机啊？你把他当成自己的爱人，他却把你当成客人。当你发现这些时，你已经在他身上贴了好几万。但你自从工作以后就没有给自己父母寄过1分钱。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所以你恼羞成怒，摔碎了他的手机，勒死了他，然后把他烧了。完全不对，这都是你说的，我从来没说过。手机，那手机都碎了，你还能看到里边东西？我们能恢复电子数据。说实话，看到手机里的内容，我也觉得太过分。男人都是有血性的，看到这种人，觉得他该死也是正常。对，他就是该死。所以你不止这么想了，也这么干了。我干什么了？他背叛了你，你恨他入骨，你认为他无论以后跟谁在一起，对你来说都是一种侮辱。你杀了他，把他烧了，然后埋在了你跟他回忆最多的地方，这样他就可以永远只属于你，你也可以永远拥有他，再也不用担心他去找别的男人了。死得好啊！但是我没杀他。怎么样？你先把这机器关了。
怎么样？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不知道。你的话太多了，你得让他说，从他的话里边找漏洞。你的话一旦多了，你就等于告诉他你是怎么想的。你让他了解比你了解他更多，你觉得你还有可能掌握局面吗？把你的洞察力、逻辑推理能力都收一收，先学会做一个倾听者，从倾听中找问题，这点很关键。看来我得从你的讯问中吸取教训啊！你要干嘛呀？小姐，哎，嫌疑人情况你都清楚了？犯罪嫌疑人酒后飙车撞死3人，但现在证据显示他只是替别人顶包，并不是真正的驾驶者。走吧。不要多说话，千万不要多说话。你有老婆吧？有。那孩子多大了？快1岁了。正是最可爱的年纪，应该会叫爸爸了吧？很多人都以为孩子会最先叫妈妈，但其实最先叫的是爸爸。看来你还没有听他叫过你呢。没有。问这些有什么用吗？没什么用，只是觉得在孩子最可爱、最需要你的年纪，你却在看守所，既不能抱他，也不能保护他。挺可惜的。你要问什么我都说，我认罪。我没有什么想问你的，就只是想给你听点东西。孩子，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啊，对不起你啊，孩子，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啊，孩子，我对不起你啊，孩子，孩子，我对不起你。尹处，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问下去？我就快问出来了。谁让你去打扰嫌疑人家属的？这样是违反培训测试规则的。我没有打扰嫌疑人家属，这段声音是我从网上下载下来的。江文静，我在面试你的时候就跟你说过，不要耍小聪明。也许你想用共情的方式来打动嫌疑人，但我告诉你，这样做很危险，因为以你现在的经验和能力，你不足以控制这个局面。刚才嫌疑人明显已经情绪崩溃了，如果不及时制止，你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来吗？可是他明显已经动摇了，说不定马上就要说出实情了呢。江文静，你好好反省一下今天的问题，以后绝对不许再犯。怎么样？我看他就是故意针对我，对我有偏见。看来你也不太顺利呀。谁说不顺利的？特别顺利。要不是他把犯罪嫌疑人带走，说不定都说实话了呢。可儿要你这个爸爸有什么用啊？从他出生到现在，你照顾他几次？他生病的时候，你陪过他几回啊？既然这么忙，那你就不要结婚，不要孩子啊！哎，怎么不出声啊？有事吗？王伟控制的账户资金流向很异常，对方包括多个地下钱庄，以他的能力不可能把网络用得这么好，所以说还是有幕后主使。下海那边怎么样？联系上了吗？
联系过监狱了。虽然他是王伟同母异父的哥哥，但是这2年来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的。好，那我们就从他下手。你有什么计划吗？有一个办法，应该可以试一试。公共营业项目和公益营业项目，就是我所说的所有的营业范围。这个就是我的商业企划模型，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未来可预计的半年之内，34.5%的本地集团将会被我们收入麾下。2年之内，我们将拿下整个 CBD 地区。看来任律师对攻陷 CBD 的计划非常有信心啊。信心谁都可以有，但是具体能不能完成，就要看各位前辈够不够配合了。不过，任律师，从你给的数据上看，这条产业链的模型未免有些过于理想化。你觉得能实现吗？能不能实现，不是我任天宇一个人说了算的。我刚才也说了，整个 CBD 计划呢，几乎囊括了本市80%的集团客户。这个体量对于任何一家律所而言，都是挑战与诱惑并存的。大家与其在这儿质疑我，倒不如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团队，看看他们的吸纳能力和服务能力。因为比起拿下客户，更重要的是留住他们和服务好他们。不过我想，这短短几个星期啊，你就拿下了几家上市公司的法律业务，就连戴蒙珠宝的魏清明你都拿下了，这倒是让我们很意外啊！大家以后会习惯的。手怎么了？小事。该不会是因为女人吧？一个很特别的女人。没想到任律师还是个情种啊，弄得我都有点嫉妒那个女人了。林总挺关心我的私生活呀，这样不好，容易让我误会。是吗？那我倒是想听听，你都误会了些什么呀？我觉得现在你首当其冲要做的是我们的 CBD 计划，不让门口的那些股东看笑话。我能请到像任律师这么尽职尽责的合作伙伴，太幸运了。好吧，那我们现在都拿下魏清明了，你下一步想干嘛？九泰，马珊珊跟江源可是模范夫妻，更不可能有小三。江文静，江文静，你进监狱了？不是监狱，是检察5部，负责刑事执行检查。刑事执行检查？那你在哪儿办公呢？监狱。那你什么时候进监狱呢？我都说了，我没有进监狱，是轮岗，轮岗你懂不懂？检察院的人都要经历的。哦，轮岗。那你什么时候进呢？现在。经过检察长同意，今日起你进入第1个轮岗部门。监狱里的犯人24小时都在监控下，所有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按规定时间起床出操，吃完早饭就去车间工作。每周3是监狱的休息日，犯人不用去车间工作，可以在特定范围内自由活动。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跟我想象中的监狱不太一样。
你想象的是什么样？一个个凶神恶煞、要吃人的样子？倒也不至于。很多人对我们在监狱的工作有误解，这也难怪。现在这电影电视拍的都太夸张了。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主要包括3大块：一是监督监狱对罪犯的刑罚执行活动；二是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三是监督司法机关对罪犯的减刑假释活动，维护监狱监管秩序的稳定。听说你是司法考试的第1名，这些对你来说应该不陌生吧？但是我很好奇，检察官在这里具体是做什么的？正常，你这么聪明，在这儿待上一段时间，自然就明白了。好，准备一下，晚点跟我上一趟监狱法庭。今天正好有个犯人减刑开庭，你也过去看一下。减刑也要开庭？因为我们不同意减。罪犯梁非凡人身危险性和再犯罪的可能性均较大，建议合议庭裁定不予减刑。现在休庭。这个梁非凡背景好像挺强大的。对，不过他当初也是被自诉进来的，自诉人的代理律师也是年轻律师。本来这个案子要无疾而终的，可这个律师找到了关键的证据，把梁非凡送了进来。他也凭借着这个案子一举成名。这么厉害啊？那这个律师现在也是个大状了吧？成没成大状倒不知道，不过他的名字倒还记得，好像……哦，对了，叫任天宇。他呀。